随着中国海空军以及火箭军实力的激增，美军已经逐渐预感自己在战时会失去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本来作为美军干涉主力的航母，很可能会因为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存在而不敢过于接近第一岛链，所以美军不得不做好最坏的打算，即如何在失去航母的情况下与中国争夺西太的控制权。美军的西太平洋的基地分为3线配置，一线是冲绳的基地，包括空军的加手纳基地和海军陆战队的普天间基地；二线是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3线则是夏威夷的基地。据美国星条旗报网站的报道，美军近日调派了大量的 F-2 隐形战机，聚集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与中国发生冲突时对首批关键设施的火力打击演练。参加演习的 F-2 战机共25架，分别隶属于美国夏威夷空军、国民警卫队与阿拉斯加空军基地。此外，还有10架 F-15E 战斗机和2架 C-130J 运输机参加。F-2 战斗机一直是美军争夺制空权的关键武器装备，但由于价格昂贵，加上国会的阻挠，其最后的产量仅只有187架，实际能动用的数量更少。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 F-2 主要部署在2个地区，一处是阿拉斯加的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另一处就是夏威夷的西卡姆空军基地。前者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拦截远东俄罗斯军队的战略轰炸机，而后者的目的自然是增援西太地区。但随着俄罗斯的威胁的减少，阿拉斯加基地的战机开始承担支援亚太的作战任务。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的 F-22 更是经常千里奔袭亚太。星条旗报评论，这些 F-2 战斗机是在与中国发生可能的冲突时踹开大门的关键。演习将在7月进行，参与演习的包括35架战机和800名人员，将在关岛的3个机场和提尼安岛的1个机场举行。这项名为太平洋钢铁2021的演习，目的在于将美军的空军力量分散布置在第2岛链的群岛上，以避开中国火箭军强大的火力打击。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将军表示，敏捷化战斗部署是目前太平洋美军主要的想定战术，目的在于分散中国军队的火力，这是美军自冷战结束后遇到的最大的危机。加上大批中国先进战机的服役，美军在西太会处于战机数量劣势的地位，这同样是美军几十年来首次遇到的问题。因此，美军只能寄希望于性能更为出色的战机，如 F-22、F-35、B-2 轰炸机以及未来的 B-21 轰炸机和下一代空优战机 NGAD， 以所谓的质量优势压制中国空军。即便已经服役很多年，美军依然坚信 F-22 在隐形、传感器技术、数据处理能力与飞行性能上无懈可击，是对抗中国军事优势的重要杀手锏。但随着更多的歼20的量产服役， F-2 的性能已经不再具备优势，稀少的数量更是无法改变战局，对华踹门作战的美梦不可能实现，已是强弩之末。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依然还在持续，而美军已经没有更多的办法来改变这个趋势。近日，中国航天又来了一波高级凡尔赛。国防科工局官方抖音账号中国军工在网友提问为何不公开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图片的消息时回应道，过于先进，不便展示，虽然字少，但信息量很大。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也叫空天运载器，更直白点说就是空天飞机，属于太空武器的一种。那这种空天运载器到底先进在哪里，以至于要到不便公开的地步呢？空天运载器、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能快速穿越大气层，自由往返于地球表面和太空之间。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的需要，空间利用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航空航天技术的强大，对于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和大众认知里的传统飞行器不同，空间运载器在运行过程中要面对极为复杂和恶劣的飞行环境，飞行器在返回阶段要经历高超声速、超声速以及亚声速，在这个阶段会出现类似耦合特性严重、不确定性高、危险性高等挑战。正因如此，有关空间运载器的研究是当前航空航天最为前沿的领域之一。本次试验成功，也意味着中国成为了继美国之后全球第2个拥有空天飞机的国家。这次空间运载器试验成功，没有向外界流出任何图像和音频，所以很多数据只能自行猜测。大多数分析人士都揣测，中国的空天运载器应该和美国 X-37B 空天战斗机有相似之处。国外甚至有网友恶意揣测中国，称很可能是山寨了美国的空天战斗机。首先必须得说的是，美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确很强，在某些地方引领了潮流，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就很差。而且美国人民别忘了，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程度有多严重。类似空间战斗机这种武器根本不可能出口给中国，山寨也要有东西，没东西怎么山寨呢？
一个概念被实现不叫山寨，叫自主研发。另外，中国军工的官方账号也声明，这是原创的、引领性的科技攻关任务，并特意强调了是地面自主垂直起飞。从现有的数据来看，美国的 X-37B 空天战斗机并不是自主垂直起飞，起飞方式仍是传统的依靠外部火箭来提供推力。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空天运载器是独立自主、领先于世界的，不便展示也是应有之义。不久前，据外媒报道称，美国准备在其本土和澳大利亚以及英国各建一个雷达探测基地。美军方表示，这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进行了不安全的武器试验，这么做是为了警告中国和俄罗斯。很显然，美国准备像建立海洋霸权一样，在太空建立新霸权。但这次美国的野心要破碎了，中国是不会让美国在太空建立新霸权的。中国的航空航天已经在许多方面追赶，甚至弯道超车美国。这次过于先进、不便展示的空间运载器就是如此。美国可以通过 X-37B 空天战斗机把火箭运往太空，中国一样也可以，甚至技术上要更厉害。中国空间运载器的成功，有力地保护了中国在外太空的合法利益。根据消息报道，美军一架 C-130军机于19号中午降落在台本土的桃园机场。停靠期间，地勤人员卸载了一些装在箱子里的不明货品。4天前，美军一架 C-146A 行政专机也是借着送包裹的理由降落在台本土的松山机场。尽管只是停留了10几分钟后就离开了，但是与这次一样，都是在未经过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擅闯中国领空，极具挑衅意味不说，这种玩火的危险行为很容易导致冲突爆发。自拜登上台，美国加大力度在台海问题上做文章以来，该国频繁踩着中国红线，频繁搞事情，显然没有把中方的警告放在眼里。难不成真如外界所猜测的那样，美国誓死要和中国撕破脸？就目前来看，虽说并不能准确地判断出美军2次抵达的目的是什么，但必须要说的是，在美国一次又一次不计后果的挑衅下，解放军也出现了变化。最近一次更是直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态度，所言不虚。就在美军 C-146A 行政专机抵达台地区的第2天，中国海事局发布消息，声称16号至21号东海将进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对于解放军的这次军事演习，岛内媒体纷纷认为这是对美军机抵台的回应。据悉，这次解放军演习地点距离台本土非常近，仅243公里。如果说不是针对美军机抵台一事，那么解放军完全没必要在这当前本就异常敏感的局势中这么做。早不演习，晚不演习，偏偏这个时候演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冲着美军机抵达一事去的。原以为这能够让美军消停一段时间，没想到解放军在东海演习之际，美军机再一次抵达台本土。不管运送给台当局的包裹是什么，就单单军机抵达台本土就已经是严重的挑衅行为。况且还是在无视中方警告的情况下第2次抵台。既然美军如今全然不顾及中方警告闯入中国领空，那解放军自然也不会客气。换个角度来看，美军一次次挑衅找事儿，实际上也给我军提供了有利机会，就一个字：干。只要解放军想干，统一大业将快速完成。或许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解放军没有击落美军的 C-130军机？其实说起来，这架 C-130军机是民用版，还没有达到需要击落程度。从这也就可以看出，美国方面并不想扩大事态影响。反之，如果解放军在这个时候击落了美军机，那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例如，美国方面很大程度上会借此找中国的麻烦。不过，我军虽说没有必要小题大做，但是该做的准备必须做好，必要时刻一定要向域外势力展示中国大陆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决心。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美国使用常规的遏制举动已经无法再成功阻挡中国崛起进程。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容忍中国壮大的美国就开始使出最狠招式。他们很清楚，只要在中国最敏感的核心利益问题上滋事，就能够最有效地搅动中国局势。日前，美国连续爆出引战举动，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据媒体报道称，日前美国空军的一架 C-130军机再次降落台湾，而这一次军机降台距离上一次仅仅只过去了5天时间。综合过去的事件来看，这样频繁的降落是十分罕见的。另外，更加让人不安的是，这次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降落。据悉，在降落期间，一些安装在木箱内的货品被卸下，另外还有一些装在红色帆布的袋子。而至于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目前尚不清楚。分析人士指出，美军进行如此冒险的军事举动，里面的东西必定不简单。
与此同时，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安杰洛·科德维拉提出一个极其危险的建议，其呼吁把核武器部署到台湾。而这样的做法，美军早在上个世纪时就用来对付过苏联。当时，美国将带有核弹头的导弹部署到了同苏联对抗的最前沿，可想而知局势的危机程度。如今，美国想再一次重演这一伎俩，中国会让他们得逞吗？我们一向都清楚，祖国统一问题是中国的底线问题，这关乎到中国能够实现真正崛起，也是中国好几代人的夙愿。因此，中国绝对不允许任何域外势力在这一底线问题上挑衅。美国自然也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知道后仍然挑衅得这么欢，说明美国完全不惧怕同中国开战，其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战略威慑力。基于此，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卫教授表示，特殊情况下，中国需要使用美国听得懂的语言。那么，究竟什么是美国听得懂的语言？关于这一点，可以向俄罗斯借鉴，其在面对美国挑衅时，姿态都异常强硬。我舰奉命撞击你舰就是一个最好的实战例子。也就是说，在面对美国挑衅时，说再多都是无用的。一旦美国越过那条线，我军就应该给予强硬的武器回应，让美国有所惧怕。在看清中国武器威力的同时，也认清中国的底线。只有这样，美军在下一次挑衅之前才会有所忌惮，有所犹豫。